赖清德脑里面真的没有老百姓。救灾个无刷，硬是要宣布救灾已经刷。台南在地讲因兜连门拢给人吹去啊，边拢总笨死，15天拢无清。赖清德道歉啊，你也不要躲躲藏藏，人家替你们做成这样，切得一干二净，你干嘛？责任推给公民团体罢免领衔人。你现在是什么态度？赖清德，你说国军不能进民房，你万里老家宪兵可以去打扫，可以在那边守你的房子，我觉得这很无赖啊。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那传出一个消息啦，这个是由资深的亲绿媒体人廖小军在他的主持节目中爆料，26号大罢免结果出炉之后呢，即将在礼拜三召开的中常会上发表重大讲话啊。赖清德要肯定公民罢免行动，不排除举办大型的晚会来感谢这个战胜第一线的群众，还有战胜第一线的志工。不是大败吗？怎么会有大胜？那另外呢，赖清德会公开说啊，823不能溃败，支持公民团体继续推动罢免活动，也是从726到823的不会溃败，致上最高敬意，从挫折中出发，民主是没有止战的。消息一出呢，基本上网友都爆炸了。南部水灾办感恩餐会，送人头是不是？建议不要铺张，南部灾民观感不好。1年多来，赖政府在执政，常抛消息，在否认消息啊。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相信无风不起浪。如果真的你想办看看嘛，看有多少人去，看有多少人你请到的这些，我跟你讲，救灾就是救灾。要在南部办这些感恩晚会的时候，我是感觉我给他一个形容8个字：喜事商办，还有丧事喜办。哪有现在他们是在受苦他们是在受灾他们不是难民你在办这些感恩什么东西？你应该要想办法说，这个我们要尽快救灾，你不要还在思考逻辑，也就是说国军不能进民房，那个是你逻辑。所以我还是强调，我曾经记者访问我就讲过，你说国军不能进民房，那请问一下，你的万里的老家宪兵怎么可以去打扫？宪兵怎么可以在那边守你的房子？所以这个逻辑是不通的。对，今天我同意，如果国军是战备为第一优先，我赞成，但是救灾为第二线的工作，这 OK，这个逻辑是通的。但是你说国军不能去救灾，这一点我是较为反对的。像我们这些民意代表出身的，我去台南救灾，看到那种情景，心里面很难过。20几天的装一个基地台会那么困难哦？赖清德，请问一下，你现在在救灾是什么态度？有这么多的组织，你不会去应用，国军都不派？不是，国军说救人爱自己背，赖总统人家真的自己去爬摔下来了。对摔下来，有些是重伤救不回来。赖总统真的不好了。我们这个讲快一点，我们的智商都比你低的人，我们就认为这不妥了。难道说你是贵为一个总统，你认为妥当吗？伤寒救灾个无刷，硬是要宣布救灾已经刷，硬是咧伫凹即摆有一个小网红，台南在地的，伊讲因兜连门拢给人吹去啊，边拢总笨死，15天拢无清。结果台南市长黄伟哲在讲，你怎么会造谣？到现在还在吵架伟哲本来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怎么会变成这样？我们也搞不清楚了。权力使人腐败，这个时候敢办感恩餐会就代表说赖清德脑袋瓜里面真的没有老百姓。我们这个敬爱的赖总统，真的有时候他的思考逻辑，我是跟不上他的想法大罢免大落败那胜利的事情很多人都已经大家都表达完，情绪都差不多了。对，主要还是在整个选后的情势上面，我们就必须来做一些讨论围绕在几个核心第一个，大罢免大失败，请问谁要负责？第二，大罢免大失败之后，那这个除了负责这件事之外，接下来政治形势要怎么走？所以分两个这个部分，先来跟委员请教一下。第一，就是说大罢免大落败、大失败，到底谁该负责任？我想这次的罢免也算是台湾人民
对于民进党他们在一开始躲躲藏藏推给公民团体、推给青鸟他们的自发性的罢免，全国人民是绝对不相信的。今天7月26号已经第一批20几位通通保住，代表台湾人民的共识。如果要用大声音，这个才是大民意啦。我在想，赖清德你也不要躲躲藏藏，不要拖给曹兴诚或者拖给公民团体。今天既然民意告诉结果，这个尊重嘛，我在想，民进党也没有讲说不尊重，只是把责任推给公民团体或者罢免的这些领衔人等等，这个就已经在推卸责任，切得一干二净。你干嘛？人家替你们做成这样，我不相信公民团体有这个能力去把它做好，没办法。一定是有政党。今天谁该负责？我认为赖清德，你通通要负责。你是全台湾最有权力的人，你是民进党的主席，也是执政党的总统。你如果认为这是不妥，这会分裂社会，把台湾人民切成两块，你应该讲一句公道话啊，就是说不要在那边罢来罢去。你只要一句话，就没有7月26号的投票。更何况变本加厉，使用检调，只要联署民进党的，通通都是抄的。我不相信你们罢免的这些，你们通通没有抄名单，民进党都没有人要负责。你身为一个党主席，你也跟你无关，只有一个秘书长。一开始还讲这是罢团的民间组织的力量，无跟政党斗争的问题。那为什么隔天你就辞掉？那辞掉一个秘书长就可以止血吗？院长还在那边大罢免大成功，那你总统知道这个事情，你为了台湾和谐，你都没有做阻挡的动作，你不要负责吗？你不要道歉吗？什么叫做最大民意？投票出来一票一票不同意罢免，这才是真正民意。你还在讲什么8月23号的第二波20几个人当中，少数有一些年轻朋友，他的基层实力是缺乏的，你们都罢不过了。请问这7个他们是沙场老将，他们已经经过，他们的基层实力是比这些年轻的立委还更好。如果今天你们通通罢过了，那当然给你拍手。如果罢不过，你赖总统要不要辞职？这个是一个全世界的非常重大的新闻，你不要再躲在后面嘛。我想这个呼吁很有意思啊，因为开票那一天呢，我旁边坐钟嘉宾委员在节目上，然后他就说倒阁啊，他意思什么意思呢？他说你看哦，这个蓝营罢免啊，它是个不完全民意的检证吧？那既然要这样，就是倒阁让全部重选，是不是可以再检证一次？我说这样子哦，这样倒阁的话，那赖清德第一个要请示，跟委员想法是一样。你既然倒阁，因为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行政权，赖清德总统他的宪政是 bug 嘛，他是个大皇帝，他不负责嘛，他有权利没责任嘛。那这倒阁没有意思吗？那个行政院长又不需要经过国会附属，国会如果有同意权，阁揆同意权，那你倒阁不辞职，那我可以理解。但不是嘛？你有实权，可是你的这个行政院长事实上只是你的附属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要这样子的话，那也不用倒阁了，因为毕竟北部这31个都选过了嘛。对，剩下绿的没有被发起联署的，或者有发起联署的，你们自己罢自己，再检证一次。对，蓝的被检证过的话，绿的来被检证一下嘛。因为民众党是不用被罢，因为民众党是不分区啊。所以讲白了，这又是另外一场。那你就来自己罢自己啊！我建议就由民进党自己发动自己，然后上街头呼吁说，我来受一次罢免考验，你要不要试看看？那看老公，人家罢免都高票通过，你敢呼吁倒阁？我觉得这很无赖。倒阁其实我说实在的，倒阁是宪法里面有所规定，你们不要罢一罢又来倒阁，你们就是来乱的嘛。你执政不是要让老百姓安和乐利，在整个爱国家，每一个老百姓都爱国家啦，不是只有你民进党在爱国家啦，要么就再赌大。如果倒阁以后选举你们没有过半，你也愿意总统重新选，执政应该要好好执政。